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7月19号，星期日。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01对1美元。疫情之下，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了口罩的重要性，就连一向顽固的川普也终于戴上口罩了。那么在前不久又看到了一篇文章啊，也在《柳叶刀》上啊，他发明的是说，新冠病毒呢，它可以在口罩的表面上是可以待7天。那么有没有一款口罩呢？它戴上以后呢，就是可以杀死病毒呢？那么多伦多大学啊，它在7月14号，它发布了一个消息，它已经确认啊，一款口罩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消灭口罩表面99%的病毒。那么这款叫做 TriMed 的 Active IIR 的这个外科口罩呢，它是一个由 I3 Biomedical Corporation 的这个公司呢，它发明的。它主要是用来预防感染和这个疾病传播的一种全新的灭菌产品的公司。多伦多大学呢，它在官网也报道了这个研究，它测试是由医学院分子遗传系的这个 Scott Greyoven 的教授，他领导的科学家在3级实验室进行的。他测试了这个抗菌涂层的功效，他们发现啊，那么这种新颖的涂层啊，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把99%的病毒让它失活。这一发现对于那些有可能通过触摸或者调节脸部而受到病毒污染的医护人员来说呢，这是一个巨大的福音。除了可以消灭99%的新冠病毒以外啊，这款口罩啊，它这个外层的抗菌保护呢，还可以让超过99%的流感病毒 H1N1 失活。它的优点呢，主要是包括这么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是呢，面罩的外层啊，它主动抗菌保护，可以灭活99%的冠状病毒，还有流感病毒。那么病毒的过滤效率呢，达到99.9%，同时细菌的过滤效率呢，达到99.9%，所以它完全符合美国的材料与实验协会 ASTM 的 F2100 的第3级标准，它也符合欧洲的医疗设备标准 EN 14683 IIR 类型，保质期是5年了。那么这款口罩呢，当然我们看到是以加元7.2毛9在网上卖啊，这是在 well.ca 卖，但是号称已经卖光了。但是希望网友能够随时去查看一下，价钱也不贵。我们知道啊，这个美国要下架抖音，那么这个计划其实它已经筹备了1年多了，而同时呢，这个 Facebook 在紧锣密鼓地创造它的竞争者。那么 Instagram Reels 它也允许用户制作和分享15秒的视频片段，而这个视频剪辑包含了也是大量的音乐，用户可以从其他人的视频中借用或者混合音频，而且像 TikTok 一样呢，用户可以看到他们的视频在这个最受欢迎视频的智能推送上而迅速走红。脸书啊 Facebook 它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首先是在巴西推出了这个 Reels，并于上个月呢扩展到了法国和德国。那么就在几天前，印度以隐私和安全问题为由呢，禁止了 TikTok 和其他的50多个中国的应用程式。所以 Facebook 就会在美国、英国、日本、墨西哥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推出 Reels。那么用户可以通过 Instagram 的屏幕下方的新图标访问这个功能，并且要把视频啊发布到现有的 Instagram 关注的用户上，可以进行推送。这波操作啊，很像当初腾讯啊推广微信，在原有的 QQ 的巨大的用户群上面啊直接推广。那么在 QQ 原来呢，这个用户群里面呢直接使用，而形成了现在微信群这个独霸华人社交软件的首座，旁人无法动摇。这款新功能啊，就可以给拥有近30亿用户的 Facebook 使用。是一个阻止竞争对手迅速崛起的机会，它几乎不给你时间啊，让你快速发展。Facebook 试图模仿对手的服务呢，已经包括了 Instagram Stories， 它模仿了 Snapchat 的类似功能。
那么现在的美国的流行的社交软件，他们之间在互相的进行的模仿。那么 Snapchat 这个模仿 Snapchat 呢，很多人啊，他们承认啊，是我们是模仿了别人的构思的产品。那么我们是在努力学习。当然之前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授权使用的问题啊，当然他们公司之间呢可以进行交谈，可以进行商量，签订合同。当然，这个服务呢，目前在美国是有超过了3000万的活跃用户。那么近几个月来，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政府啊是越来越担心这个抖音啊，这个 TikTok 这个抖音的海外版侵犯用户的隐私，有可能它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 TikTok 呢否认了这个指控呢，政策专家也对于这种担忧呢是不是合理提出过质疑啊。7月18号，我们刚刚知道啊 ，NASA 它的宇航员 Bob Behnken 还有这个 Doug 赫尔利呢，他们暂时定于8月2号啊，又从那个外太空啊，把 SpaceX 载人龙飞船返回地球。2个宇航员呢是5月底的时候啊，在川普的目送下，坐了载人龙飞船前往了国际空间站。这也是 NASA 首次通过商业太空船将宇航员送往国际太空站。而目前 NASA 计划呢，是让这个2名宇航员在8月1号登上载人龙飞船，然后呢，他们会在8月2号的某个时间呢返回地面。那么天气呢，将会是决定他们返回日期的主要因素。那么这哥俩呀，他们已经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2个月的时间了。那么期间呢，这个 Behnken 进行了多次的太空行走，更换了国际空间站的老化的电池。宇航员返回地球啊，也将是对载人龙飞船的最后的一个重大测试，旨在验证飞船能否将人安全地送回地面。载人龙飞船有一层隔热罩，在飞船快速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呢，用于保护宇航员免受高温的影响。载人龙飞船还配备有4副降落伞，在接近地面的时候呢，会自动打开，飞船呢会缓缓地降落在太平洋上，然后由一艘特殊的船将它接回。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降落将结束载人龙飞船的首次载人试飞任务。测试的任务呢，将确定是不是能够使用载人龙飞船定期的来运送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它的下一次的飞行计划是在9月中下旬，将会运送4名宇航员到国际空间站，但前提是这次飞船能够顺利的返回地面。人人都知道川普行事鲁莽、口无遮拦、自大自为，是吧？经常是树敌众多，令人生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将他的女儿女婿带入白宫，让其他人看他们的脸色，搞得大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白宫人事变动频繁的乱象，它的人事变动超过了85%。那么除了川普看人不准、用人不当以外呢，那么与他这个女儿女婿呢是脱不了关系的。川普上台以来他除了民主党人百般刁难、不断设局陷害以外呢，他的后院也经常着火，也分散了他不少注意力，给对手落下把柄。他的堡垒理论上是会最容易从内部瓦解。另外一方面，川普上台以来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时时刻刻在为美国的利益着想。他有这个禁牧令，他驱除非法移民，他修建了南部的边境墙，他重谈了美加墨贸易协议，他和中国开打贸易战，他亲自出马安排一些企业呢赴美投资，然后以一位受害女子命名的猎杀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的行动振奋人心。他要求了北约其他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他避免了对伊朗的开战等等。所以他领导着美国经济持续繁荣，股市一路高歌，失业率屡创新低，他的支持率曾经达到过生涯的顶峰。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当他踌躇满志，做着连任的美梦的时候，
那么突如其来的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为川普的连任增大了巨大的不确定的因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啊，10个中美贸易协定也抵不了1个新冠肺炎。我们回头可是再看看这个川普的对手拜登啊，拜登首先他没有担任过地方的行政首长，他没有执政经验，但瑕疵呢也很少。从奥巴马从国会直接升任总统以后呢，那么选民是不再苛求总统必须有地方的工作履历。拜登年近80，说话有气无力，和川普不在一个等级上。他眼下天天是在以静制动的手段，看着川普犯错误，看着川普继续骂人，看着川普的支持率一点一点的萎缩。但是对拜登最不利的眼下就是他的军援门悬而未决。参议院已经决定了举行听证会，要传唤拜登父子作证的话呢，就有可能直接葬送了拜登的政治生涯，因为事实摆在那儿了，弄不好还有牢狱之灾。这个事情比疫情、比经济复苏、比失业率更能左右总统的选情。如果参议院作证成型，那么 Sleepy Joe、Creepy Joe 将会开启一场艰难的竞选旅程，此消彼长，那么会导致川普的选举连任有戏。所以当两权相权这个进行比较的时候呢，那么川普啊虽然不是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但是呢选拜登是更危险。他会继续也许像延续奥巴马的这个顶礼膜拜，扮演牵线木偶的角色，那么可以继续奥巴马的路线，那有可能他会摧毁美国的传统。当然，最新的消息，这整个席卷了整个华人社区，包括中国和美国的，就是作为共产党员的爷爷奶奶没办法来了，他们不能来美国了，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说川普可能会禁止共产党员入境。当然，所有的华人啊都认为这是一个荒唐的事情。说句实话啊，作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你的父母什么时候入的党。也许你的兄弟姐妹有人入党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你的父母什么时候入的党，怎么入的党。他们除了每天在照料自己的生活以外呢，永远在关心着世界局势。那么事情麻烦在哪儿？就是美国如果考虑禁止所有的中共党员，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它实施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川普呢，人人都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家伙，他不知道禁止共产党和他的家属是什么概念啊？我们知道共产党员差不多达到了9200万，那么乘以4的亲属呢，差不多是3.6亿人、3.5亿人，比整个美国的人口还多。如果要追查资产的话呢，那么所有人的父母都有可能是被得到追查。特别是在中国，作为党员实际上是一个先进的、是上进的一个途径，甚至党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因为很多之前在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同胞，很多人他肯定在国内也是党员，但是当看到这个前几年有这个什么华中科技大留学生啊，他们在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组织活动的时候呢，那么这就很可能违法了。他们为了自己回国后受奖提升呢，那么如果他们在申请美国签证转绿卡或者入籍的时候呢，如果他在声明中说你有没有参加过纳粹或者共产党的时候呢，如果你回答说是，几乎会得到拒绝；如果说不是，几乎就可以获得欺诈的罪名。所以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项目和这个消息他不以为然。他说这消息应该是不准确的。那么很多人看到说他在这个是不是共产党员或者是纳粹上面，他填了这个打了勾以后呢，很顺利的就进入了美国。那么如果真的是被禁止的话，那么很多的肯定是谈判那么共产党员的官员他也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
当然，我们知道艾森豪威尔在50年代制定过叫做 Communist Control Act， 但是最终是被判违宪，没有执行过。那么现在我们以为情况是有所变化，可是这个川普企图禁止所有党员的消息呢，似乎是有50%以上的真实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美国过党支部生活很可能是违法的。那么最主要的是你作为一个党员进入美国的话，你能做的只有2件事情，要不就是非常诚实的承认你是党员，那么他可以让你入境，那么所有的风险肯定是由美国政府承担。那么如果你是党员，而且你不是，那么一旦查出来的话呢，就变成了欺诈美国政府，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所以最终的话，我估计美国禁止中共党员呢，恐怕很难实施，除非第一，川普运气好，他连任了，然后铁了心和中国完全脱钩。那美国还得花时间和精力，对所有在签证问题上撒谎的这个党员的人呢进行深究。那么谁会给他们名单呢？是中共中央吗？中国政府吗？美国是民主国家，它没有固定的君主，它是个2党恶斗、国家分裂、民众陷入永无终止的这个对立和迷茫之中，是这么一个国家。而华人呢，其实是外来客，是后来者。如果你不了解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的宿命呢，你看不清美国的未来呢，那么有的时候呢，你恍惚间会把美国当成桃花源，虽然它也是，但是它是尽力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需要广大的华人非常谨慎，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千万不要选边站。很多自视高明的美国华人呢，你们在给美国县政府出主意，你要他们禁止微信，可是微信是私人的通讯工具，是国际的通讯工具，它的用户不仅仅是海外华人，很多的黑人、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都在用，美国公民都在用。禁绝微信呢，肯定会给众多的人带来不便。川普的支持者呢，不可能都不用微信，中间的摇摆者、沉默的大多数可能也是微信的使用者，所以禁绝微信呢，也可能让川普断送自己的潜在的选民。我们知道共产党利用微信来掌控海外华人的资讯信息，那美国政府也可以善加利用。那么 FBI、CIA 呢，也不是吃干饭的呀，它可以再通过微信进行反击嘛。那么美国的华人，你给美国的县政府出主意，让他们禁止共产党的党员和家属进入美国，那么已经进来的予以驱除，那么很难界定。那么多数的共产党员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权力的决定者，所以还是应该把矛头瞄向谁是掌权的人。否则的话，党员的子女他并不是一个在中国掌权的人，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生活态度，他只是希望给他的后代、给他的孩子在美国能够经受一个好的教育。所以我们知道打个例子，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说，在美洲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他们是中国人的姑表兄弟，他们拥有多数中国人的种族基因。当我接触的很多印第安人中，我发现了他们和中国的劣根性一样，很多的劣根性。当然我们现在不谈他们的劣根性，我们只说在美国立国过程中那么印第安人最先是站在法国人一边，帮法国人打英国人，后来法国人输了，接着他们又倒向了英国，帮着英国人打美国人，可惜呢最后是美国人赢了，所以就成了美洲的主人，就是美国人。那么印第安人呢，因为屡屡站错队，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如今的美国呢，好像是貌似面临分裂，在各个派势力消长不明显的情况下，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最好不持立场，不参与党派的恶斗，更不要不自量力的给美国新政府献计献策。所以我说，吃瓜呢，你就好好吃瓜，不要老想着吃从类，当傻瓜。否则的话，印第安人的今天呢，就会是某些美国华人的明天。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